老人为了给死去的女儿报仇，竟直接把女凶手放进箱子，接着打开阀门，黑色的液体瞬间喷涌而出，几秒的时间就将尸体全部淹没，然后再拖来地板盖住，让尸体永远被封存。等他做完这一切，又装模作样的出现在马路上，殊不知正是他的无意之举，竟引起了门外盗贼们的注意。眼看老人是个瞎子，三人立马决定今晚凌晨3点开始对老人放肆动手。只见他们丢来一根带迷药的香肠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老人唯一的保安就此倒下。紧接着他们来到门口，想用手持遥控关闭房子的报警系统，可不曾想遥控竟在此刻失灵。突然女孩发现漏洞，于是用锤子砸开窗户，并利用身材优势很是顺畅地钻进屋内，不仅第一时间将警报器关闭，还帮队友们打开大门。为了不发出响声，他们又将鞋子全部脱掉，开始寻找房子里最值钱的宝贝。经过几个小时摸索，却始终是一无所获。而另一个队友却摸进了老人的房间，准备用自制的迷药先将老人迷晕，可不曾想老人径直勾勾地端坐在床上，吓得男人屏住呼吸，并且站在床边不敢挪动半步。好在老人只是起床关了个电视，等到老人渐渐躺下，男人才敢将手上的瓶子放好，并放开迷药口。等他做完这一切后，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行使偷窃之事。此时女孩指着眼前的难题，男人就熟练地掏出包里的撬棍，对着门锁便开始移动捣鼓敲打，可左却稳如泰山。感受到侮辱的男人根本不死心，直接从包里掏出一支手枪，这把身旁的小帅慌了一批，带枪盗窃，这将严重改变偷盗的本身性质。倘若被房主发现，对方就可以随意将其反杀，并且不用接受任何法律的制裁。可无论队友如何劝阻，男人却依旧不为所动。看着男人如此疯狂的举动，小帅吓得立马就要离开。可就在男人打开房门的瞬间，熟睡的老人竟突然站在了旁边。此刻男人仗着手里有枪，不断大声威胁老人将钱全部拿出。可男人哪里知道，眼前的老人最不怕的就是死亡。You better fucking stop! 然而男人到死也不知道，这个瞎子以前竟是身经百战的特种兵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他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死尸。一旁惊慌的女孩吓得连连后退，躲进旁边的衣柜里瑟瑟发抖。随着老人不断的自责，女孩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与此同时，刚想离开的小帅却再次返回，竟差点与路过的老人迎面相撞。突然老人停下脚步，感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正当他弯下身子查看，竟然是踩到了玻璃碎片。还不等小帅反应，老人又抱着板子折路返回。手足无措的小帅也只能屏住呼吸，飞快躲藏在洗脸盆下，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将窗户封死。等他做完这一切，老人又来到女孩这边，本以为他是发现了女孩的存在，可没曾想他竟打开了柜子里的案板。此刻保险柜映入眼帘，令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各种操作早已被女孩看得一清二楚。等老人走后，小帅也跑来与女孩会合，可女孩却因为发现了老人的秘密，根本经不起诱惑，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保险箱，并将老人所有的钱财全部装进袋里，这让小帅看得目瞪口呆。就在两人打算离开时，女孩瞬间呆在原地。原来老人是回来处理尸体，为了防止被老人发现，他们缓缓后退。就在老人拖动尸体时，小帅竟踩到了年久失修的地板，瞬间引起了老人的警觉。他抬起手枪，慢慢划过两人的视线，本以为他们必将陨落于此，还好手机救了他们一命。眼看老人慢慢将尸体拖走，女孩才敢打开地下室的门。与此同时，老人刚处理完尸体，竟好像又闻到了什么，循着味道摸去，他不仅发现男人的鞋，甚至还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。显然盗窃的不仅只有一人，他赶忙跑去衣帽间，打开保险柜后才发现自己多年的积蓄竟然全被一扫而空。老人瞬间来了脾气，发誓一定要将屋内的盗贼碎尸万段。而另一边，小偷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后背发凉。在这阴冷潮湿的地下室，竟还囚禁着一个女人。为了赶紧逃跑，男孩拉扯着女孩不要多管闲事。眼看两人就要离开，女人赶忙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，面对女人的苦苦哀求，女孩决定一探究竟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女人竟是撞死老人女儿的肇事司机。看着这个苦命的女人，最终决定带着她一起逃离。随后女人用手指向远处，表示要是就在保险柜。突然楼板发出阵阵脚步声，此时女孩清楚已经全部暴露。为了抓紧时间，他们迅速将女人解开，并在女人的指引下，很快便来到地下室的唯一出口。然而男孩发现出口也被牢牢锁住，还好他们刚刚拿到了钥匙，于是掏出钥匙不断尝试。随着几声枪响后，女人却一连中数枪，瞬间倒地不起。小偷则趁乱逃离现场，
然而当老人得知女人死亡，竟表现得异常痛苦，这让男孩脸上写满了疑惑。眼看老人愤怒直线飙升，甚至将锁孔牢牢堵死，两人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，趁机逃往1楼，并且用撬棍死死顶住房门。等他们做完这一切，更加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。一条犬竟站在走廊，死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此刻男孩不敢挪动半分。Easy. Alright. That's good. That's good. 两人拼命逃跑，不知不觉竟逃进一个房间，然后用衣柜将门堵死。本以为他们会就此逃脱，可没曾想门窗都被钢筋封住。还不等他们过多犹豫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。眼看情况紧急，女孩赶紧打开通风口，毅然决然地钻了进去。还不等女孩爬出2米，老人竟将房门撞开。然而在管道里的女孩竟爬到了管道对接口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恶犬也爬进了管道，并顺着她的气味追了上来。情急之下，女孩慌忙中掉了下去。然而巨大的响声惊动了老人，等女孩再次爬起，赶忙顺着管道继续爬行。眼看出口就在前方，她用力将其踹开。等女孩再次苏醒，已经像女人一样五花大绑。尽管女孩苦苦哀求，老人也无动于衷。眼看她缓缓靠近死去的女人，竟说出她绑架女人的事情。She was pregnant with my baby. We killed them both. And they would be alive if you hadn't broken into my home. You have to be held accountable. 还不等女孩嚎叫，他就将其悬吊在半空，并剪开女孩的裤子。本以为好戏开始，可不曾想，这个变态竟拿出昨晚喝剩的牛奶，然后从瓶子里抽出一部分，准备注进女孩的体内。女孩吓得哇哇乱叫。可随着老人越来越近，女孩已经绝望到了极点。9 months, and I will give you your life back. 原来是男孩及时赶来，刚解开女孩的枷锁，女孩就迫不及待地对着老人施暴，疯狂地对其输出，甚至不忘拿起那管过期的酸奶，恶狠狠地灌进老人嘴里，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，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。本以为将老人锁死，他们就能相安无事地离开，可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。看着倒地的队友，女孩打算铤而走险，拿起遥控按响报警器，然后操起撬棍。等女孩解决老人后，还不忘拿起地上的100万现金离开。可女孩怎么也想不到，新闻里竟然播报老人是正当防卫，并击杀了2名夜袭者，并且告诉警察自己家里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女孩悠闲地洗着手，突然一个男人幽灵般出现在身后。此刻女孩本想保持镇定地离开，可男人强大的气场让她本能地后退。还不等男人说话，女孩的狗子就跟了进来。Snap my fingers and we'll bite your testicles off. 男人吓得不敢动手，却诡异地摸着女孩的一缕白发。本以为女孩的危险就此解除，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紧接着女孩上了车，而同行的女人则警惕了起来，毕竟这个男人看起来没那么简单。于是快速驾车离开。女人前脚刚走，男人就坐上同伴的车，紧随其后。殊不知女孩的父亲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头。虽然女孩这次安全地回来，但也将成为女孩的最后一次外出。当女人驾车回家时，却被一辆大皮卡拦住了去路。刚开始按了按喇叭示意，可对方并不做任何回应。女人也只好下车，并故作镇定地前去劝说。刚走到车旁，竟看见白天拦住女孩的男人。此时男人始终一副爱是谁的表情，可女人并不慌张，毕竟自己也是随身带枪的人。男人立马表示认怂，很快便答应了女人的请求。等女人再次上车，手里却拨打着报警电话。随着一击重锤，我们的故事才正式开始。另一边，老人的恶犬察觉有生人闯入，可就在出门查看时，索命的子弹便落在眼前。很快，3个身影就出现在门口，而盲叔却像往常一样，不断摇晃着狗粮呼唤爱犬，
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于是他准备将狗粮倒进狗盆，竟发现盆里的狗粮并没有减少。于是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寻找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家里悄然进了不速之客。此刻女孩却在卧室听到脚步声，回头查看竟然是陌生人。于是她快速躲进床底。然而男人第一时间竟是掀开床垫，没人；打开衣柜也没人。此时女孩却躲在另一个衣柜下面。为了钓狐狸山，女孩赶忙丢出电子手表。男人刚走过来查看，电子表就发出了响声。女孩趁机爬向床底，来到门口，却发现楼梯又来了一个。随后女孩赶忙关掉走廊灯，等大壮再开灯，女孩早已不见踪影。原来他早已悬吊在楼梯侧面。紧接着女孩轻跳到1楼，准备从大门离开，没曾想外面竟还有一人，于是急忙后退。然而楼上正好有人下来，女孩只能先行躲避。借着环境优势，她迅速来到楼梯另一侧。此时黄毛听见声响，赶忙打开储物间查看情况，可依旧没有踪影。等黄毛离开后，箱子后面的女孩却极度紧张。此时外出找狗的盲叔已经循着味道找到了死去的爱狗，然而新鲜的血液以及徒手挖出的子弹告诉盲叔家里已经出事了。而躲在储藏间的女孩趁机准备再次从大门逃跑。原来是黄毛发现了她，于是赶紧将大门关闭。此刻女孩却惊恐地愣在原地，突然一双大手抓住黄毛，惊慌的黄毛却又开了一枪。原来是盲叔，他死死勒住黄毛的脖子，然而黄毛却掏出铁锤，狠狠锤向盲叔。女孩见状赶忙逃跑，还没走上几步，另一个混混大壮则突然赶来。情急之下，女孩跑进地下室，却被大壮一个肘击撞倒在了楼梯下。盲叔听声赶忙闪身遁走。Go get the girl! 眼看女孩逃跑，大壮赶忙下楼，而女孩飞速躲进集装箱，并快速将门锁住，促使大壮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然而上面的透气窗则暴露了女孩，也给了大壮整死她的机会。而循着血迹追寻的小帅则来到了车库，殊不知关门的那一刻也注定了他的死期。看着车上的血迹，以为盲叔躲藏进了车斗，可就在他掀开麻布的那一刻，此刻黄毛跟着枪声赶来车库，竟发现小帅被胶水粘住了口鼻，举手无措间，黄毛竟然在他脸上开了个洞，这才让小帅捡回一条狗命。还不等黄毛喘气，却看见墙面上悬挂的徽章，这才知道自己招惹的不是一般人。此时的盲叔已经通过通道来到地下室。更可悲的是，女孩醒来才发现大壮正用水不断灌进集装箱。 Better get out of there, kid. 此时黄毛两人冲进房子，却发现地下室门口的盲叔还不等反应，盲叔就已经将门紧紧锁住。黄毛赶紧通知地下室的大壮，大壮听见呼叫，立刻关闭水龙头，并且将带电的线头伸进集装箱，只为了逼迫盲叔现身。然而盲叔却丢出迷你煤气罐。大壮见状大吃一惊，乖乖地关闭手枪保险，准备来上一场无名火的猎杀。此刻盲叔竟从黑暗中走出，凭借自己强大的听力，找准位置重重一锤。然而大壮也不是吃素的，连续的躲闪之后便开始反击，却还是被盲叔摁住。此刻盲叔抓起旁边罐头就是砸，可还是被大壮一手翻倒。眼看大壮占据有利优势，却被盲叔抓住哑铃，一个猛手便干了上去，再来上一个锁脖。这时盲叔即将得手，大壮就用肘击扭转了整个局面。此时大壮捡起地上的大刀，准备结束最终的战斗。然而盲叔却不小心抓到电线，一把将其扯出。就在大壮准备了结盲叔，盲叔赶忙推倒集装箱，迅速将肛门打开。此刻女孩也并无答案，于是两人第一时间从密道逃离。等到所有人来到地下室，竟发现大壮已经变成了烤鸭。显然他们都低估了盲叔的能力，于是他们顺着密道找到了唯一的出口。此刻盲叔两人逃进了花房，而歹徒也紧随其后。为了引出盲叔，男人不断用言语挑衅盲叔，可盲叔不想让女孩听到不该听的，赶忙冲出让男人闭嘴。殊不知人多力量大，很快就将盲叔制服。 No! Dad! Dad, let go! You something. Let me go! 男人牵着女孩的手，并缓缓脱掉自己的帽子。原来男人也有相同位置的白发。男人告诉女孩，自己就是她的亲生父亲。因为8年前的一场大火，女孩则侥幸逃了出来。然而晕倒的她却被盲叔带回了家。可盲叔却在新闻中得知，火灾的原因竟是女孩父母在做特殊实验，因此男人才入狱8年。说完，男人就命令手下即刻了结盲叔。黄毛刚抓起盲叔，就被他一个磕头杀，趁机跑了出去。紧接着手下一顿扫射，还是被盲叔破窗逃跑。男人为了解决盲叔这个麻烦，带着小弟出门寻找。另一边，小帅带着女孩离开，却被女孩用钢叉刺穿42码大脚，这让憋屈一晚的小帅彻底怒了，于是拿走旁边的钢叉，准备拿女孩出气。这下小帅彻底没救了，本以为这就完了，没曾想盲叔抄起铁锹，直接将小帅拍死。突然，男人听到惨叫声，再次返回花房，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此刻男人不想跟着盲叔跑了，而是让自己的恶犬跟踪。还不等盲叔他们逃跑，恶犬则很快跟了上来。于是盲叔将恶狗引上阁楼，还用铁丝网将它挡在面前，本可以一枪解决，却想起了自己的爱犬，他还是放弃了。另一边，女孩通过窗户爬出窗外，顺着管道溜了下去。还不等她多跑几步，就被放哨的小弟一把抓住，顺带将其迷晕。然而得到女儿的男人并不打算放过盲叔，他点燃手中的酒瓶，并将其依次丢进房子，便开车快速离开。而艰难逃脱的盲叔也会让男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此时女孩苏醒，已经到了父亲的老巢，陌生的环境让她感到恐惧，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她的手下，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女人。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女孩的亲生母亲。她没有被火烧死，而是患有严重的心肺疾病，甚至活不了几天。此刻女孩被巨大的信息量所冲击，还不等女孩消化，母亲则告诉女孩，因为自己掌控着一种特殊的制药方法，所以她不能死。把女孩找回来不是为了团聚，而是为了移植女孩的心脏。女孩彻底崩溃了。另一边，盲叔再次醒来，房子却已经烧成了一纸。此刻盲叔不想再等，直接打开车厢，配上了多年的砍刀，再拿上几颗烟雾弹，还有最重要的狗绳。此刻女孩已经躺在手术台，而旁边却躺着自己的母亲。此时母亲还微笑地安抚女孩，然而女孩心里则狂暴10000个草泥马。正当医生准备开始手术时，房子却突然停电。随后男人让黄毛前去查看，等黄毛来到电箱前，拉开电闸，身后竟站着盲叔。电源又断了，还好有手电筒的照射，黄毛还占据优势。正当盲叔要攻击时，却被黄毛一锤子干倒在地。此时盲叔掏出铃铛，可就在黄毛即将挥下铁锤时，盲叔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然后趁他嚎叫，迅速将铃铛塞进黄毛嘴里。随着铃铛的响声，盲叔犹如蒙上了第二双眼睛。就在黄毛刚移动几步，一个甩斧就将其击中，瞬间倒地不起。然而这还没完，盲叔赶忙上前查看情况，发现黄毛还没死透，便抓住他的头要晃几下，锤子对准目标。剧烈的惨叫，男人慌了，而女孩却欣喜，因为是爸爸赶来了。所有手下全部出动寻找盲叔。正当他们赶到地下室，盲叔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于是3人下水查看情况。随着水波纹的起伏，盲叔立马获得感知，快速起身，瞬间3枪解决3人。剩余一个则站在门口不敢动弹。为了保命，小弟放下了手中的枪，因为他也看不惯男人残忍的手段，甚至还告诉盲叔身后的肢体可以直接通往目标的。另一边，男人带着妇女俩转移，医生却临时便挂药退出，还不等医生逃出门，就被盲叔解决了。此刻男人慌了，赶忙用枪打开房子的遮光板，想利用光线占领绝对优势。本以为做好这一切就够了，可不曾想，医生旁边的烟雾弹开始冒烟，瞬间弥漫了整个房子。失去优势的男人胡乱开枪射击，凭借声音的来源，盲叔立马给了男人几刀。此刻男人遍体鳞伤，一个击头碎，男人应声倒地。他赶忙捡起手枪用力猛射，殊不知他的子弹全部射中了自己的妻子。然而女人倒下的同时，也触碰到了轮椅开关。此刻女孩不断想阻止轮椅滑动，即使她抓住栏杆，也依旧被女人手上的铁环拉扯。还好女孩双脚夹住栏杆，可小手根本支撑不住女人的重量。这时她看见旁边的砍刀，试图抓住砍刀。就在准备发力时，他最终还是一同掉进了深坑。此时恶犬突然扑向男人，一口咬住男人的手臂。为了摆脱恶狗，他用力抬起，将恶狗甩出窗外，最后将柜子堵住了窗户。可就在他转身时，盲叔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一把按住男人的头。看着盲叔凶残的表情，盲叔便让男人尝到了黑暗的世界。